因为这是我接触的新的一个极限运动，很期待。虽然我喜欢这种极限运动，但其实可能这一次真的是挑战了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事情吧。我从小就还挺喜欢水的，我喜欢去公园划船，我喜欢去游泳，是很自由、很放松的一种。在海面上确实一望无际，也有一种孤独感吧。前2年在剧组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到房间里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孤独感，反而第一次离开家到北京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孤独，是挺开心的。其实现在目前也没有完全感受到绝对的孤独，所以相对的孤独有的时候是可以享受的。其实发呆的时候可以想到很多平时不会想到的事情，可能相比以前的话没有那么多焦虑。我觉得可能选择来到北京去做艺人的这个部分，包括签约，可能是第一个关键的节点吧。或者小时候我选择了去学街舞，所以当时我想去学的时候，我父母也是拒绝了。确实是走入了一个很窄的门。我觉得本身我就是一个这种感官上比较敏感的人，在自然里面那种感觉会更强，能够帮助我更多的去做这些准备。我觉得可以坦然的接受，但是不喜欢失败。我的所有言行举止都是发自我内心而做出的最真实的行动。我觉得艰苦看怎么定义了。如果我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可能不会觉得是艰苦的。再加上它是未知的，可能收获会更多吧，让我自己有很大的满足感。我完全不是一个容易惊慌的人，好像面对很多困难都是比较平静去处理。比较平静啊。对，就像拍戏也是在挑战，然后对，我觉得是有这个勇气在的。如果是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会享受你在水下的每一刻，看到的所有的风景，会有那种天地之间只有我自己的感觉。所有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时间，让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灵魂是活着的人。对，我也是发现我近2年关于独处的这个事情变化很大。像以前的话，觉得我有时候也会享受在剧组的独处，但是回到家里，回到北京，我又会害怕独处。那可能也是因为年龄和经历的不一样。那现在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独处是在补充能量。有的时候孤独是难过的，有的时候孤独是享受的。我觉得孤独可能永远都会伴随一生吧。小时候，但是只是那种游乐园里面完全没有再接触过。握点那个岩石，它的锋利度让你手指很不舒服，疼痛让我不敢握，不敢用力。我觉得这是难免的，攀岩也好，跳舞也好，大家都会有同样的伤病。你只有磨过血泡之后，你才会起茧子，下次才会不疼，你才能爬得越来越好。我觉得是攀岩确实是试图在挑战我身体的极限。我觉得攀岩更多的是跟自己的一个对话吧，大脑全身体全部都要协调集中去做的一个运动。在攀岩的过程中，其实不会去胡思乱想别的，你只会想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你接下来要怎么去完成下一个动作。因为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不会去想失败的后果会是怎么样。但是首先我觉得要认清自己的实力，了解自己，然后再去规划每一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保持乐观，可能离成功更近一些。攀岩就是想要征服自己嘛，挑战自己，想要征服这个岩壁。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不算是强的，我就坚信我肯定能够完成它。你在做看似大家认为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如果去想后果怎么办，危险怎么办，可能就没有办法突破吧。我是会偏向于专心的去做，然后尽量完成。虽然说是每走一步看一步，没有想过一定要完成它，但是心里还会有一种信念，说我必须要把这一段完成。在专注的时候不会胡思乱想，说只有一个想法，专注完成，那就会相对顺利吧。我通常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内心都不会去提前的去做准备。很多人都说我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就好了，想的比较简单，想复杂了自己也累，做的时候也会迷茫。阿包他的内心非常的坚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只学了3天的攀岩，然后就在户外爬，又是一个从来没有爬过的路线，还下了雨，就会很没有信心。既然都已经做了，你为什么不做完呢？我很喜欢这种爽感，征服的这个山的感觉。我相信以后未来会有很多次失败，然后再不断的努力尝试，然后最后征服它，那种感觉一定会越来越爽。我觉得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你想完成，你就可以去尝试，尽可能的接近目标。都没有想过今天就很电影化的那种我要挑战它，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把它完成了这个事情。其实想想也挺神奇的。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再加上它是未知的，收获会更多吧。想去尝试新鲜的，可能随时会突然感受到意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可能我想的比较开吧，比较放松，还是一步一步的去尝试，然后定自己尽可能能完成的，然后能做到的。其实之前大老师有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只有努力了才知道天赋有多重要。但是你有了天赋，你也是需要通过努力和判断和人生的经验才能去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真实的世界的话，其
实也跟游戏是一样的。我这个人物起名叫王一博，给自己身上加一些技能点，现在多少级了？然后现在的血量还有多少？现在可能只有一半血量了，休息。你如果这么比喻的话，确实是如此。应该要具备面对所有问题发生去处理的能力。只要你的目标是准确的，它就会到达。自己的技能也好，也需要去很好的规划它，一种经验，一种感觉，然后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到达想要去的地方。直到我通过了那段很难走的路，我就坚信我肯定能够完成它，因为我已经看到它了，它就在我眼前。我觉得不同的环境要学习不同的经验和知识，所以不是在一个环境里很厉害了，到另一个领域就会也很厉害。今天问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做这个节目越来越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开心可能比较重要吧，在人生里面体验多一些，开心多一些，简单一些。我比较喜欢简单，但不是过简单的人生，是有意义丰富的人生。但想做一个简单的人。其实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出发点就只是想去做它，意义就是可能随时会发生的事情，你不是去为了意义而去做一件事情。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我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慢慢的随着经历了更多，然后见到了更多，这个意义会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平时我可能会选择别人看似风险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去做，但我觉得收获也会更多，就像蹬这个沙丘的主峰一样，我在做选择上会比较快，即便是错的我也会马上做选择。但你需要选择。那不会，没有打退堂鼓的，因为其实每走一段时间都能看到自己的成果，都能看到离山头更近的一步，所以这种记忆只有自己努力了才会获取到。到了这里之后，觉得真的人太渺小了，这只是地球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我们眼里已经是很大的一片沙漠，所以我觉得在死之前可以去经历更多，看到更美的风景，这样走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更多的遗憾吧。随着我去到更多的地方，探索不一样的环境，接触到了不一样的探险家，我会觉得我的世界也变大了，会有无限个第一次。我目前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探索不一样的意义，然后去寻找新的感受，看到新的风景，可能也就是不断的探索心境吧。这可能是我现在寻找到的活着的意义。其实包括现在也有的时候会很怕黑，那种黑是未知的、恐惧的。怕黑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没有安全感，但是人总是要面对黑暗的，我觉得是黑暗和未知的。其实我小时候很怕黑，小的时候特别怕一个人待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跟父母待得少的原因，我很害怕自己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的黑暗，我就非常的恐惧。我的身体协调性会好一些，所以在学习运动方面，像这种绳结啊很复杂的系统，逻辑性比较强，我就学得会快一些。就可能从小就喜欢自己与众不同吧，想要与众不同。可能也是因为父母给我形成的这种性格吧，因为可能比较宠我，很多事情都是我想要去做才去做的。慢慢就是你了解了那个环境，对于那个环境的黑暗就不会有害怕了。其实说到舒适区，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舒适区的理解不一样吧。有的时候面临挑战，我好像都会把它简单化的去思考、去想象。我觉得我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也是在我的舒适区内的。其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会去想突发事件，更多的在做的过程中还是在努力。我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会很顺畅的去完成，就好像我内心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完成不了的。我觉得喜欢玩极限运动的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然后不断的有那种成就感吧。对，这一刻我也会有成就感，很大的成就感。我认为大部分人小时候都会有对黑暗的恐惧，它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我觉得恐惧就是来自于未知，你只有经历过、了解它了，你才不会对它产生恐惧。扩开自己的眼界嘛，了解的更多，探索未知，了解的越多，恐惧也就越少。